小树蛙跟狐狸猫利用下课时间在篮球场1对1斗牛，球赛进行如火如荼。正当小树蛙准备投篮做最后一击的时候，刚好上课铃响。小树蛙一脸困惑，刚刚才看过手表，不是还有5分钟才上课吗？狐狸猫低头看了看小树蛙的手表，发现原来没电了，难怪不知道快要上课了。小树蛙心想，一定要赶快找到替代的计时工具，下节课打球才开心，上课也不会因迟到受罚。同学们能不能帮小树蛙一起动脑想想呢？校钟不管是数位钟、10音钟或100钟，都是现代常见的日常计时工具。你答对了吗？小树蛙突然想到，曾看过网络频道介绍日晷计时，那球场旁榕树的影子也可以代替没电的手表吗？其实人类最早透过观察周边的自然环境变化，发现每一天的白天与黑夜交替出现，每一个月的月亮从亏到盈再到亏，每一年的节气温度有春、夏、秋、冬4季变化。从人类观察到每一天的白天与黑夜交替出现，每个月的月亮盈亏，以及每一年的4季变化，因此产生了天、月、季、年的时间概念。所以小树蛙观察树影，确实可以得知时间的变化，不过球场地上没有标示时间的刻线，恐怕不易判读时间。此外，树影变化的精准度用来判读仅有10分钟的下课时间，也过于粗略。随着历史演进，16世纪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比萨教堂观察到吊灯的摆动具有规律性。虽然当时伽利略手边没有计时工具，但他灵机一动，靠着计算自己的脉搏次数，测量出摆动的时间。伽利略同时也发现，当摆动的角度不大的时候，每次来回摆动的时间几乎一样，这就是单摆的等时性，也是摆钟运作的原理。伽利略的发现可说是开启计时工具的新篇章。同学们，我们一起想想看，为什么伽利略当时会想到使用自己的脉搏作为计时工具呢？脉搏随手可得，这是作为一个临时计时工具的最大优点。但是每个人每分钟测得的脉搏数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脉搏数也会因为心情或是运动状态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并不是精确的计时工具。那么除了脉搏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计时工具呢？人类很久以前就知道如何观察太阳运动的规律来设计日晷，也借着观察有规律流水量变化而做成水钟，再改良成沙漏，或是根据线香燃烧的长度来计算时间。武侠小说常见一炷香时间的说法，就是线香计时的应用。只是现今生活中很少看到日晷、沙漏，也没用燃烧的线香计算时间。小树蛙的老师也说过，烧香不环保，现在连庙宇都不流行烧香了。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停追求计时工具的准确性和辨析性。生活中常见的是10音钟或是数位钟，手表则是辨析性的体现。自从日本公司在1974年开发出数位表，开始加入闹钟、计算机、万年历、码表等功能，自此计时工具发展更为迅速，近年来甚至加入通讯与运动记录等高科技应用，升级为智慧手表，已经完全超出古人对于计时工具的想象。
近代的石英钟将石英晶体产生的振动转为电力振动，已经大幅改善至50年产生1秒误差的水准，甚至比1945年美国国家标准局开发出的世界第一个原子钟还精准。直到1967年，原子钟才改进到我们想象的精准度，误差达到300万年内不超过1秒的水准。也是在1967年，世界度量衡标准会议 CIPM 将我们熟知的1秒定义为铯原子钟的辐射波振动91亿9263万1770次所需要的时间。特别要说明，我们常用的一天概念是从1个太阳日而来，太阳日是指太阳连续2次达到最大仰角所需要的时间。小树蛙有些不解，这个说法就是今天正中午到明天正中午所需的时间吗？跟我们平常说的每一天好像差不多，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大费周章定义太阳日呢？小树蛙提出一个很好问题，这是因为1年之中，太阳的最大仰角会因为4季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每个太阳日的实际长短不同，所以科学家透过定义太阳日，再将所有的太阳日时间平均，就得到平常所称的一天或是一日。纵观历史，人类在测定时间上，透过观察自然规律，发展出各种计时工具。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测试看看对于自然规律了解多少吧。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计时工具缘起于观察自然环境的规律变化。单摆的等时性是指摆动角度不大的情况下，每次来回摆动的时间几乎一样。计时工具的演进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准确性与更加的辨析性。1967年，世界度量衡标准会议 CIPM 将1秒定义为铯原子钟的辐射波振动91亿9263万1770次所需要的时间。1个太阳日即是太阳连续2次达到最大仰角所需的时间。一天就是取1年中各太阳日的平均值，也称作平均太阳日。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除了日常使用的秒、分、时、日、周、季、年，我们今天还学习了太阳日。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有听过哪些其他的计时单位？